下象棋没有杀手锏，怎么能成为象棋高手？今天这一局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当头炮取胜绝技——杀手锏。我们快速排兵布阵，红方进军压制，黑方形成稳固的屏风马。此时红方是左右均衡出动。接下来黑方一看，快马加鞭，左马盘河，既有充足威胁红方的车，同时还有马六进4的话，窥视红方的7路马。红方冲兵，中路突破，黑方飞象先稳固一手，借助先锋车一鼓作气打通中路。黑方一看都打到家门口了，直接开战。此时红方快马加鞭形成了中炮盘头马。那么接下来黑方面临着几个抉择呢？红方既有炮打中路，同时还有跟你对子。我们首先看黑方如果说直接上马吃掉的话，这里能够导致速败。红方上马一吃，下一步棋炮打中路势在必行，黑方乘势。接下来红方不着急，选择平炮，意在亮车，左右子力均衡，全盘出动。黑方抢先出车，目的如果车9平8的话，进炮封锁，拓展自己的子力。那红方选择先上马，这里象位马既有将来跳马卧槽，还有直接上马踩中卒。黑方充足，红方再度上马。这时候呢，黑方就不能掉以轻心了。如果说此时再逃这个卒的话，红方的主要意图跳马一旦卧槽的话，将军一出的话，将来大军杀到，容易即刻被攻破。所以呢，选择平车先来防守。此时回马金枪先吃掉卒。当前局面呢，我们首先做一个潜在的分析。黑方的双车备受牵制，子力全部都在老家被牵制住。那现在车8进1也是势在必行，将来这个车好开动出来。红方先手出车抓炮，也是快速出动子力。接下来扔出杀手锏，上马。目的很明确，跳马挂角，在平车的话就有杀招。那么当务之急，黑方最为关键的是，子力不但受牵制，他很想把这个马走开，结成稳固的担子炮。我们首先来看，比如说马3退1的话，红方可直接进车捉马，这个马将逼到无处可去，而且还有直接跳马卧槽，破坏你的阵型。当然呢，他还不能进炮打掉兵，这样的话跳马挂角容易失手。我们返回来，那如果说马3退2呢？这里红方可以走得很大胆，直接跳马卧槽将军。那老将只能出来，咱们还是平车。可能大家会认为难道不敢吃吗？别忘了当头炮镇住中路，进车吃马就是个杀棋。我们再度返回来，那么棋局至此呢，黑方最为顽强的走法就是马3退4，形成贴将马。这时候好像红方是无计可施了。此时来了一招神之一手，大家来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能不能找到突破口呢？红方直接虎口陷车，黑方还不敢吃，跳马卧槽就是个杀棋。你不吃我的，我这里是明显可以吃你的，惹不起只好选择躲开，也是仅此一个点位。好了，此时跳马挂角将军，担子炮已经被破防，仅此一步平车塞住。接下来双车夺底马就是个杀。那现在黑方也苦于无奈，即便是进车吃掉马，也是难逃一劫，快速被铁门栓杀棋。回到局面，我们继续看黑方的第二种进攻思路。当务之急，红方不仅有炮打中卒抢夺中路，而且还有盘头上马，将来势不可挡。
此时黑方选择冲卒，即便是牺牲的话，也要阻断你的马腿。但是这里红方有一个妙手小飞刀，先手来一个将军，无论你飞象还是城市，此时咱们都可以平炮，松开马腿，闪击打车。这里吃着马，两个必定要丢掉一个。那现在如果说黑方上马一吃的话，将来换双的话，红方不仅先手打车沉入一个底炮，将来进攻非常有力度，同时这个马交换完毕了，容易被捉。此时在这里黑方心生一计，车一平四，他心想当你吃掉的时候，我还可进车捉双，得回失子。红方进车看住炮，平车吃掉马，现在也不亏呀。但是红方后续的招法来了，飞象打车。黑方也是仅此一个点位，接下来扔出终极杀手锏，跳马一旦卧槽就是个杀。可能有朋友会认为，你现在这里跳马卧槽，我将来还能称势，怎么就有杀呢？我们不妨稍作演变，比如说黑方随便走一步棋的话，咱们跳马卧槽一将军，仅此一步出将，平车过来。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？这里有士啊，我两个炮都看住这个士，难道你敢砍吗？那偏偏咱们就直接进车砍士，此时平炮打掉车也是必然的招法。好了，红方平炮一将军，黑方就会发现这个炮啊是无处藏身，只好发射出去。哪曾想后续重炮杀棋，可以说这个杀法呀非常的隐藏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我们继续看黑方最为顽强的走法，选择平车跟住马。当你跳马卧槽将军的时候，退车回来防守，可能大家会认为为什么没有成势呢？咱们稍安勿躁。红方此时一招平炮盖车，瞒天过海。接下来依然有跳马卧槽将军，此时黑方最后的防守选择成势，但是红方中炮一摆上的话，黑方就难以抉择了。那现在很明显，中路一将军退势的话，松开了马腿，直接有杀；成势的话，咱们马六进四的话，一旦出来，马后炮杀棋。当然呢，如果将五平四的话，这里跳马一将军，你退势的话，平车有杀，退车砍炮，将来平车占据那道线，可以说形成八角马的杀法。这里还有平炮，总的来说，这个车弃车砍炮也是白白的徒劳无功。那么现在两个士不能撑，老将又不能动，那仅此能够想到退象这一招。好了，这时候咱们再来一个灵活的跳马走位。挂角马一将军，黑方老将只能上2楼，此时回马一将，他也只能再度飞象，炮又走不开，飞象挡一步。接下来红方平车站内，下一步棋马一旦跳开，就是典型的杀棋。当然最为关键的就是马五进3的话，将来形成侧面虎的杀法。那现在如果说进车来砍住的话，这里跳马将军把车给抽掉了。但是在这里黑方有做最后的顽强的放手一搏，先手进炮来一个将军，先过一下瘾。此时呢退车吃炮也是不敢走，即便是平车的话，这里也难逃红方的杀棋。我们直接为大家走出来，跳马踩掉士，中炮一将军，老将两边都来不了，车马炮3子占据双那道线，仅此一步把象飞开。接下来借助八角马进车请上3楼，回马金枪，标准的马后炮。但是黑方这里还有跳马挡一步啊，接下来这里还有进车将军反抽车，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红方是捷足先登，
双杀在前。跳马，马炮双将，黑方仅此一步动将。那么接下来在这里呢，就有多种的杀棋手段，比如说平车抠底的话，回马再重炮杀，当然直接重炮也是最为简单。还有第3种杀法，咱们上马直扑2线，同样是杀棋，可谓是车马炮3子组合啊，多种杀法，灵活走位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终极杀手锏，也就是这一步跳马，为卧槽杀棋起了一个狠狠的决定的杀招作用。